的一家，有他的妈妈们 Mindy 跟 Joey 哦。记得上次我看苗苗好像有喂早餐，然后洗碗，但他现在不能。可是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碗，我都觉得我头很痛。你什么嘛都头很痛。可是那个碗就是油的，然后就放在那边烘干，然后拿起来它就是油腻腻的被烘干。所以没有好好被落实。没有啊，我有清干净。你没有，我还拍给你看，我说这谁洗？他。Joey 跟 Mindy 平常是什么分工带孩子？分工带孩子。对啊。时间方面没有谁分工不分工。哦。比如说，这个人都起不来啊，所以早上大部分都是我送他上学。然后下课的时候，通常我们都还在公司，所以就是他接。刚刚你说都是你带，然后苗苗就打夜是这样。为什么要打夜？这样子会拍到只有肚子。因为你不喜欢自己去上学，对不对？最近你是不是有严格要他自己要负责上学的时间？对，对啊，时间就叫他自己按照要自己起床。对啊，最近的事情啦。那今天他有准时去上课？他今天有准时哦。他今天超强，你要我讲，还是你要自己讲？好，还是我不能讲。然后练习用肚子呼气吸气，这是一门很难的内功，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呼吸才对。没错。我记得你们好像会讲故事给他。现在还是比较少了，现在比较少了，因为老师有要求说他要自己读啊。那我们现在就会是，比如说，他会跟我们说他想要带漫画去学校分享给同学看，我就说好，那你就把那个字多的儿童故事，然后把它念半本。不想要讲你哦，还是你要自己讲？那你最近念的是什么书？你最近念的是什么书？我要没收了。我不喜欢你这样子，那我不喜欢你放在我肩膀上。角落生物，我知道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说，讲故事的时间会变少，然后就变玩桌游啊。哦，好像有进阶到玩桌游了。哦。然后昨天有人输不起。啊，真的吗？对啊，输不起，然后那边爬，我想说，我不知道你是输不起的。输不起。那现在除了这个以外，等于是说跟他还是会有很多时间做那种亲子的交流嘛？对啊，对，就睡前还是会有聊天啊，然后听他讲学校发生事。那我想请问，就是你们会担心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我觉得他不会因为家庭的性倾向被霸凌，他可能会因为个人的 personality 问题被霸凌。哦，就是我花朵厚恭维那边。他跟同学也是会没办法，我还以为他跟你们只是撒娇。好像会好一点点，就是在学校的状况，我们也没有办法辨识说到底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样子还是怎么样。可是老师又说他在学校表现得很好。对啊，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在学校会跟大家很好的感觉。你有吗？你在学校有人好吗？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好。好，不要理我。是这样吗？是吗？是吗？是吗？你别你啊？是吗？不是，没有跟大家都好。那你跟谁好？老师好。所以同学都知道你们是苗苗的。没有这个学期比较没有办法，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进去。对啊，老师们都知道啦，小朋友们就可能不知道。老师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会直接跟他讲哦，就还是有赖。对，然后开学就是刚转学的时候就有先讲清楚，所以其实学校我们那边都有先讲清楚讲白。但是同学那边应该就没办法，因为就是只能就是送一些比较性平相关的绘本进去。那他们学校的性平教育有落实？好像没有很落实我觉得没有做得很落实的状态，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有朋友在性平
性平教育委员会里面，然后那个学校的吗？还是不是，就全台湾的性平会里面，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就是性平会有推每个月每一季的季刊，然后我们就有问学校说，学校有这个季刊吗？然后校长就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然后我就问了性平会的里面的高层，然后他就说不可能，全台湾每一间小学我都给了你女儿念哪一间小学？我就说某某小学，他就说这间学校就是你们这一区里面性平观念最差的其中一间。然后我们就是这种。然后我就刻意再把我们自己被采访，我自己就采访那一本，然后再送给学校。然后我就说这是我们的家给老师校长再看一下。我就直接下狠话，你可以不要看没关系，但是我会再塞给你看。对。所以像你捐的那些绘本，他们有放在像图书馆这样？没有他们就放他们班就放图书馆就没有办法针对某一些小朋友去。好教育，比如说他现在进到青春期，我们就去送学校的第一本就是跟青春期相关的书。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一开始是觉得就是有市场需求吧，就是大家问我说，像这方面的故事你可以讲吗？我说好啊，那我来试试看。然后就做着就不小心做出口碑，真的是不小心的。通常会讲大概哪几个绘本？绘本吗？我们主轴还是要看如果是性侵防治的话，就是蝴蝶朵朵。其实朵朵这一本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绘本，去让小朋友去思考性暴力事件。然后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看了这一本绘本，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跟家长看的话，他其实看完是会害怕。他们没有得到一个 know how， 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怎么做，或者是你可以不成为朵朵的那个力量，它其实是没有在这本故事出现。那朵朵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在桃园真的新闻，所以其实很多的孩子知道了这是真实的事件，他们甚至是会做噩梦。所以就是要把这个绘本变成说，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是真的会发生之外，我们是会陪着你们一起去解决问题。如果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会尽力的去保护。我们来聊聊你跟 Mindy 的初相识好了。我们是在 PTT 上面认识，是 PTT 吗？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嘞，反正就是那时候念 KKCity 的对，天哪 KKCity 就很久这是女同志网站吗？是女同志网站吗？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网站。你不要装年轻，没有，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网站。骗人！我们是在实践的网站还是？好像是在 KK， 因为你知道已经忘记，怎么连账号都忘记20年？账号大家都会忘啦。这真是一个历史沟啊！对啦，是 KKCity 上面的那个，应该是拉子版之类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我还没有用 PTT。到底是什么嘞？反正就是在网络上误打误撞，然后发现她是我学妹，不是，对，然后念同一间学校。是在学校网站吗？还是在哪里？不记得，我真的完全不记得，太久了。是。对。那很久以前了吗？20年前。20年前啊。20嘞。哎，比个爱心吧。不要。快点啦！得先追求啦。没有人追求谁啊？没有吗？没有。那这段爱情怎么来的？从床上开始。从床上开始的关系。对，而且是合意性关系。对，必须吧。对啊，有一本绘本叫做《你看起来很好吃》，他就是在讲说那个恐龙肚子很饿，然后在路上遇到了一颗刚孵出来的小甲龙的蛋，然后本来要吃它，就不小心就变成他爸。然后我们的状况就类似这本故事，但是就是反过来变成说。本来是想要认个学妹或什么，当做长期的女工，对女工，冯亮，因为我是服装设计系，然后本来想要当个长期女工，就不小心把它给吃了，然后离开房间的时候，因为已经认识一阵子，所以我的没有很一阵子啊，没有吗？应该有好几个月吧？怎么？不错啊，至少有2个礼拜啦。2个礼拜。真的吗？只有2个礼拜吗？对。我有这么坏哦？有，所以我才骂你啊。
对，所以他们就骂我说对啊，你什么时候骂他？你是当下就骂他？是他他的室同意友，的哦，但是就是他那时候他是 virgin， 然后我不是 virgin 啊，就是 the first time， 然后他就跟女说生的对，然哦，后他就跟女生是第一次，对跟女生的 first， 然后我的室友就是说吴小乔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要负责。我说哦，好，我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在一起。对啊，你是被逼的吗？我没有被逼啦，我只是觉得应该有责任感而已。哦，就是这样。那所以 Mindy 第一次跟体验女生跟她体验以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凉凉啊吼，好烂哦。哎呀，怎么那么不知用词？你们的感情在走有没有几经风波？因为你中间好像有离开一段时间，我吗？就是你们这段感情，对啊，就是你们有暂停了一下。他应该比较多风波吧。什么叫他比较多风波？因为我跟他分手之后，我就没有再交往其他对象。对哦，对，是哦所以就是这样对啊，平淡他第一任的过了这样跟。第二任，还有现任都是我。哇哦，我就常常会问他说，你要不要再去试试看不同的？我结婚了是什么事？也是会被告诉结婚前啊，对啊，来不及。那你还蛮有道义的，就是婚前先去问一下我。应该我觉得我自己懒，他只是嫌别人没有，我是说你要结婚前，你有先问他要不要，就是先确定一下。带上我。为什么后来又有机缘可以再在一起？工具人啊。所以你的联络方式都没有换吗？哎我也没有换啊，哎，对你也没有换手机，因为我会忘记号码。也是哦。你知道这个要记得号码，年纪已经大了，要记得自己的手机很难。嗯。可是你有去中国哎，那他又怎么？你们又怎么？就还是连友啊，然后哦。也还是有用通讯软体联络。那时候你有知道他那时多了一个候好像还是女儿吗？哦，有啊，他他没有吧？那时候还是他对，你知道他有女儿是应该是从 FB 知道吧？没有啊他自己跟我讲，他从他要去泰国做那个试管婴儿就知道。哇，那他很长哎，他真的是把你带在身边哎，一直 update。对，没有啦，就是一个树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朋友加树洞的身份，就有什么对就是婆媳怨念或者是婚姻关系不爽，就会跟他聊，或者是跟别人聊，然后他只是其中一个树洞。这就是婚姻不顺的时候就很需要倾吐。你那时候对他还有眷恋吗？应该有吧。哇，那你这样还折磨他？不然的话，正常人早就走了。哦，对啊。所以你就默默陪伴他，然后一直到后来你们有办法再续前缘。对对。你觉得这段感情，就是因为你们中间有停一下嘛？你觉得跟第一次的那个感受不同点在哪里？感受不同点。你先说啊。我们中间停了15年还是14年？反正就10几年啊。我长大了很多。年轻时候就是那种谈小情小爱，就是对啊，觉得爱情直接就是踏入了，然后现在直接踏入了家庭生活。嗯，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第二次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已经看过世面了，已经也不是可以，就是因为已经有小孩，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小情小爱，然后就是就生活就马上没有什么经过什么谈恋爱的那种激动，就马上踏入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是偶尔有，可是那种感觉就降低非常多。那在争取淼阳的抚养权的时候，你们经历了蛮多曲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说，不是针对我个人适不适合这个问题，我适不适合收养他，因为从开庭这样看下来的症结点，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家长存在，那他怎么样去保障第三方家长的探视权？对，这个事情吵了很久。哦，对，不是因为我适不适合收养，对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收养，这个就是从头到尾都不在讨论的。一般来讲是只是看适不适合收养，但因为有第三方，所以必须要做这个。对，政府对这个同志养这一块的态度倾向是如何？是友善的吗？同志家庭，政府
方面，就可能他会不会有一个未判先决，觉得哦同志俩不 OK， 或他觉得同志俩 OK 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他比较没有因为性倾向，他真的就是我们家的案例真的就是因为一个法律上完全没有存在的一方，然后出来争取他想要跟小孩想要的一个法律上的保障，所以才会这样被领导。所以其实我们家的案件算是比较特别，就会跟大部分的家庭的案件不一样。因为从社工来访，就是访视、探视，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他并不会因为我们是同志家庭，就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眼光，或是不一样的标准。就是他都是用一样的标准来审视说我们的我到底适不适合去收养孩子。不会因为我们是同志就有不一样的标准。那因为像孩子可能需要上法庭嘛，因为这整个等于是类似像一个诉讼的方式在领养孩子。你觉得淼淼他的心理承受压力有没有很大？就是必须，你觉得你们承受不了？为什么？他好像没什么感觉。那你们的压力是在？我问你哦，那时候收养的时候，社工师跟你讲话，你会有心理压力吗？因为社工是会把他带到游戏间，所以我们的压力比较大。我就会想问说，在社工跟你讲什么？然后他出来就会说啊，我忘了。对，可是后来在访视报告上其实是看得到的。那你们的压力减够？因为听不到看不到就会乱猜一堆嘛，就会心理压力很大，就想他到底讲什么，好恐怖哦。因为孩子又是一个独立的意识，不知道他讲什么。那其实，在这个婚姻平权路上，我们常看到媒体啊，或者是一些社运的活动，看到你们一家人的身影。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现在没有对，但是因为之前我们在推婚姻平权的时候，其实常看到你们会有出席那些活动，但其实应该蛮多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这么努力的让自己参与在这些活动上。想要知道为什么你想要站出来？主要是因为这小孩一直都希望有法律上的保障，不要说只有我是他的妈妈，他个人想要，他自己是想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再努力一点，去改变一些人的想法，那我为什么不做？那这个人就是在婚姻平权过了以后，他就说没事不要给我接哈，要去台北都不要哈，很累啊。真的很累，后来就真的完全是退出，我就觉得好累，我们自己做的太多，就整个生命都被耗干了，被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允许啦，因为他上课的时间也变多，对他待在学校时间也变长，对，他不能说现在小学想要请假就请假，那因为他请假第二天功课就会变非常多，就写到晚上9点，写不完然后再哭哦，恐怖哦。但是其实你们也是经历了非常久这个，等于算是抛头露面的事，大概经历多久了？他3岁吧，有阵子看到那个他以前很小的照片被拍的照片，就说哦那时候好小哦，好可爱哦，而且看到那多久了？所以有5年了。哇，你们对啊，你说收养完以后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觉得收养完以后就是一般家庭啊，没有什么特色啊。真的超级频繁的，对啊，尤其当老师还有那个赖我们说，妈妈你要加油，不要睡过头的时候，我们就对不起是我的错，就回归原本的家庭生活啊。一切就是非常的平凡。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一个好事。好，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10年后淼淼她应该可以成为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那我想要问一下，你可能会对那时候的她说什么？你觉得你会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吗？你会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不会变成一只猫，因为你的物种是智的。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知道了，你会变成我最爱的。不是这样。米迪也是这样觉得吗？米迪会想要对淼淼说什么？放在我
对他10年后还没有想法，没有想法，你觉得他10年后没想法？你知道所有的家长都只想要把他健康养大而已。对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了吼。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只会想着10年以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你们想要做什么？出国去玩？也要首先要没有COVID-19 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重心就是每天都是工作、小孩、工作、小孩。对。你还加了追剧，追太多剧，受没有追太多。你也有追啊？你最近现在停下来了。我也停下来了。对。对。所以可能追求自己的生活。对。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希望他也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然后只要是对这个社会有益，对自己的健康、人生是有益的，我们都会支持他。应该说他把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不要变妈宝。真的放得下吗？18岁就放得下？不知道不知道。应该还是会放不下吧，我觉得。对。你会可能如果他离开家，你会希望他常打电话给你？会啊，我都会要求他。不会，他不会，这个不会。会要求1天至少1通电话。对啊，1天1通电话。那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对，我最近都没有去啊。我知道啊，可是你上次没打。可是你看，你就说我干嘛天天打电话给我妈？为什么你要他天天打电话给你？他才8岁。18岁。你38了。不是，他18岁。你现在38了。It's different 好吗？到了不是啊18岁，18岁以后就不用那么久啦，那么常打啦，大概2天吧。生活2天，2天打1次。因为纪录片拍摄的关系，有跟他们有一段缘分，跟着他们走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运动。现在的他们终于可以好好的生活，希望你们平安顺利，感谢有你们。